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大家好，我是陈明。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到我们的身边，一起来见证实习生们的精彩表现。他最特别哦，这是我们节目组录制到今天以来唯一一位3重身份的参与者。3重身份。让我们欢迎00后老职场人即刻上场的职场探路者胡先煦。嗨，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先煦。第1重身份，加油团成员，坐在我们身边，但同时他还有第2重身份，他是王玉和侯子泰的访谈嘉宾。可以说是裂屏而出，自己蕊自己，对，自己蕊自己。对，因为你在里面，那是不是结果你也略知一二？我感觉。我不太知道结果。我提问那他们代教老师有询问你的那个感受，然后你的感受在他们的评分那个标准里？他们代教老师是鲁豫老师吗？对，鲁豫老师说他俩说。完了，我觉得他怎么知道结果呢？他好像知道，你是不是在故意避开？不是，鲁豫老师没对他俩评价太多。说实话，我们见的比较仓促。我们那个活动结束之后，鲁豫老师拍着我说：“你不错。”那他俩呢？然后鲁豫老师抱着手说：“我去跟他俩说。”然后就走了。那如果让你帮忙给出3个关键词的话，你有没有给我们一点小线索？3个关键词：轻松。轻松，愉快，然后我能感觉到这2位老师专业，哎呦，其实很专业。什么叫其实很专业？其实，因为哥，你还没说到我的第3重身份。我第3重身份是我即将上线那个戏啊，即刻上场，是根据 offer 改编的。是根据原来那个律师季的 offer， 没错，改编的。我们也是讲了一个计划，然后要筛选出一个那个实习律师留在红圈所，跟咱们这个一样。
然后我其实那天去的时候，我都有点惊了。我说你们这水平还得选他？我说已经很厉害了，非常专业，让我完全感受不到就是说在校学生的那种感觉。我没有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太多青涩的东西，反而很像是面对2个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非常尊重嘉宾，然后又对工作有无限热情的2个年轻人，而且是2个专业的年轻访谈者的那种感觉。明白了。小胡也很专业，因为他的第3重身份，他刚才已经悄悄告诉我们了。腾讯视频即将上线，即刻上场，被称为是剧版的 offer， 小胡也在里面担任重要的角色，所以也希望屏幕前的观众继续关注。好，那在上一期呢，我们看到了2组实习生的精彩表现，其中韵玲和杨凌卫双战鳌头，分别获得了2组的第1名。今天这2组就关键了，一个是雨佳和佳宁组，一个是子泰和王玉组。如果佳宁赢，那么子泰和王玉有一位就危险；但如果佳宁败，那佳宁作为踢馆者，踢馆失败就将离开我们阿粉。是的。同样，在我们的弹幕上，各位凹粉们觉得这一局谁的胜算更大？谁会是本次考核的组内第1名？弹幕上的凹粉也可以同步的猜一下哦。才知道那是凹粉，叫凹粉，阿粉很经常看节目，经常追我们即刻上场，经常追我们 offer 凹粉。哇，我们叫脱粉，脱粉。挺好，都挺好。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先旭刚才给我们的3个关键词，一起来走入到正片，看一看这2组的表现到底如何。哇，好紧张。来坐，好。看来你们感兴趣的方向也都还比较统一。我们这个考核呢，是需要你们来完成1期娱乐新闻资讯栏目《东方新娱乐》的制作。哦哟，包括文娱资讯的播报，我们准备了4条文娱资讯，你们需要自己来撰写播报稿。好奇这个文娱资讯是哪4条？然后第2部分呢，我们是有一个嘉宾的现场互动的。那这次我们邀请到嘉宾是脱口秀演员孟川和赵小慧。川哥和小慧。我说老板，我想涨工资涨1000块钱。老板说行，给你涨1500，但是你要返我500。我说那你录音，要不然我没法给我媳妇解释。然后你录的时候就说我返了你1000。昨天赢不了 PPT， 今天交不出 PPT。PPT 是什么高贵的东西啊？怎么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支配我？我现在对 PPT 已经 PPTSD 了。这俩人挺好仿，其实人好啊，可以出东西出效果。孟川和赵小慧，那你们的形式呢，也不仅限于访谈啊。因为是综艺类节目，所以你们是可以想一些像类似于游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串场的方式的。好的，他们俩播报都很强，但是这个要娱乐感。哎，这要轻松，娱乐感挺要出梗出效果。但这个是要撰写台本的，因为我们提前要发给我们的嘉宾。那这个台本呢，需要你们明天在6点前给我。那我们这个录制时间一共是60分钟，相对来说稍微可以 freestyle 一点。对，进来，我们东方新娱乐的主持人，我们是在31号上午录制，那我们考核的地点呢，就是在这里，在我们4楼的演播厅。到时候冯林可能要给他们4条你们的这个新闻，让他们看完新闻片之后自己去思考和撰写串场。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写这个片子还挺难的，就撰这个稿子。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刚上东方新娱乐的时候，也是给了我们几个大纲，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串稿子。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天然的带入自己之前的学生思维，然后一开始我就会想往深度的写，一下子一条聊好多。然后结果当时就是导演会告诉我说少聊一点，我们要进片子了，快点切。其实是在提醒他们了。你这个还是在面试试镜的时候呢，我就直播当天30分钟的娱乐新闻被我聊掉了20分钟，然后他们准备了20分钟的片子，只播了10分钟。所以其实犯错是 OK 的，要容忍自己犯错。
不要对自己有太大的压力啊。好。这说给雨佳听的，雨佳上次哭成了悲伤蛙。一会儿来看看冯琳带来什么样的几个片段。好的。鲁豫老师是一会儿再过来跟咱俩讲是吗？不知道呀，就在那儿待会儿吧。他们是个零分组哈。零分组，你这名字起的，哪里疼扎哪儿了？零分组。他俩的组合名叫00后，怎么样？00后，可以。可以。关键采访完这个组合就解散了。这叫限定组合。22点30分之后，你们两个进入演播室，我们先把演播室合作的机会、开头和结尾以及串联。真的是感受你说的话。我强调是直播流程，也就意味着你们错了就是错。他们雪上加霜的是，代教老师还出差了。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操蛋了！这低气压组。Hello， 王玉，我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到现场。你跟子泰两个人可以先做一些功课。你们知道嘉宾是即刻上场的剧组导演邓科，还有演员胡先煦。哦。还有，因为这个剧是根据就是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之前关于律师那一季。来有这么一个剧集，那你们就先对他们俩做一些背景调查，然后待会儿再聊。所以提前加了他鲁豫老师的微信还是有用的。你把鲁豫老师微信推给我，我给你发过去。哦，鲁老师加我了。我们采访的那个两个人是谁来着？胡先煦。啊？胡先煦。我们两个要采访胡先煦。我们两个要采访胡先煦。为什么这么不敢相信？完了。先煦，你到底做了什么？先煦。我没有采访过明星。一说这话心里就怯了。对，他如临大敌。你把他当普通人看就好了。可以把他当普通人看，但毕竟他们还是明星。啊，这些许都不知道吧？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都幕后。那谁知道背后这么区的人？还把人请到现场来看。要知道先煦就不去了。多长时间啊？这个节目？90分钟，1个半小时。对，但其实访谈1个半小时算很短的了。哇，那你蛮厉害哦！1个半小时的直播访谈，你觉得很短？其实王玉那天反而略显紧张，但是他这会儿一直在安慰那个。对，他经常是这样，王玉老师，这是王玉老师的特性。他会安慰所有人，然后上场，他负责紧张。对。咱俩一起搞嘛，咱俩，你过来，或者我去找你。不是，主要是我都不知道搞什么，我得先看看我从哪里开始搞。好。那你需要我随时去找你吗？我师哥呀。王玉，这即刻上场还没播呀？对，它应该是一个宣传。做功课，功课没有。功课网上搜不到，这。哎，你是在干嘛？在搜集他们的资料？对，你有啥想法可以同步给我。我现在也就是在搜基本信息，也就是网上都能搜到这些资料。别的还。鲁豫老师怎么还没来？好慌啊！林蛋兄弟，真是林蛋兄弟。你们3个现在是一组了是吗？哇，跟你们的工位好搭配啊！这是我们的讨论桌，很好很好，我相信你们一定默契程度会很高。你天天聊天谈心，3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可以得第1哦。你们俩要争点气，老拿第1很没劲的。老拿第1很没劲儿的，我天哪！唉，现在他们所有的话都听着在讽刺他。子泰，哎，
哎，老师，你前面好像就访谈没有试过啊？老师，我一开始其实我很纠结，我当时想选那个下一站，主要也是觉得下一站有点竞争有点激烈，其实也很简单。我没想到，他当时是避开庞征，选了王玉。因为3个人是吧？我多一个人，没事，选什么都一样。好，挺好，挑战一下。子泰的眼神有点茫然。定心丸来了，定心丸。访谈还得是鲁豫老师啊。Hello， 鲁豫老师好。我找那个王玉跟那个在陈晨老师办公室里了。鲁豫老师来了。Hello， 哦，来了。一下找到定心丸了。谢谢你那个收留他们俩。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赶紧，对，你们俩好好再问一问吧。收留。哥把您盼来了。不好意思，我那个刚下飞机。老师，您从虹桥直接过来的？那个浦东。哦，浦东。对。老师，您要不要喝点水？没事，我刚才喝了。分组之后，内容你们知道了。对。就做一个圆桌，4个人的。你们2个人对2个嘉宾。所以你看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选题以后，做功课特别重要。我就跟你们讲，我会怎么做功课。哎，干货了，授人以渔了。那我肯定看他们俩过往的剧，看看网上有没有对于他们做的那种长篇深度的报道，包括有一些网上比较有营养的评价。嘉宾一下感受到你对他的作品很熟悉的话，他那种信任感和那种职业的满足感就会很不同，所以熟悉嘉宾特别重要。我能够找到你们俩和他们俩和这个剧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共同的一个连接，就是这个词 offer。是的。你们在争一个 offer， 这个剧关于一个 offer， 所以找到某种连接。而且谈话允许跑题。以前我老跟文涛我们开玩笑，他做锵锵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口号叫“锵锵3人行，跑题跑不停”。主题其实是一个切入点，但你从这个主题你要引申出各种各样的，因为你肯定你有你的好奇，他有他的好奇，形成这么一个谈话氛围的那么一个场子，我觉得很重要。你说的每一点都很到位，就是我觉得我很难想到这些，就是我看到这个选题之后，我瞬间能够想到的这个点，然后你们从各自角度，专业，拨云见月，你看这孩子们。对，然后老师其实想请教您一个点，就是我俩怎么去准备去配合这个点。我们2个人不用特别分工是吗？他俩好在乎这个事情，要分工这个事情。他们前面的合作就不太顺畅，就是大家主动说话，主动表达，一定不要怕对方抢了我的一个问题，但一定要找到不同的角度，就从你的各自的切入点去问。其实基本定调就是我如何得到我人生那个 offer。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们内心有没有真实的好奇，比如你告诉我你对他们俩的真实的好奇是什么。我先说胡先煦吧，我对他最想问的其实就是他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就了，他还会不会为下一个 offer 焦虑？我已经开始焦虑了，已经开始。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你们可以从自己出发，就是此刻我是焦虑的嘛，因为我们在等着这个 offer 能不能拿到，这是你们俩都可以去问的。老师，我刚才想到一个，我确实也很好奇，想让他们给我们现在年轻人建议。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然后老师，我刚才还想到了一个环节问题，谈话场建立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设立一些比较固定的环节？不用，谈话是没有必要 Q 流程的。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提问技巧，就比如说刚才我刚才突然想到，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子泰怎么了？子泰怎么了？不在状态。对呀，子泰有点荡啊。还是说他觉得他有自己担心的问题？这个可以问导演，就是你怎么调教演员？
可以问一下。我其实想问的是，比如说他在他们这个班里面的竞争当中，他会不会有这种焦虑啊？用一种很青春的方式把他们拉回来，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像胡先煦，他有很多的这种经历，他对于我们这种职场的很担心拿到这种 offer 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基本上胡先煦没有职场经历，目前的明星，但是有一个什么是相同，就是一开始的被选择4个乙方。其实演员跟导演就是乙方，主持人也是乙方，所以你这个点特别好，就是4个乙方。咋了，子泰？雄起啊！有些问题可以从你们现在的真实的困惑说。比如子泰，你现在你觉得你的困惑？我感觉刚刚这些他有的困惑我全都有。OK。是这样的，老师。有些时候，因为在一个90分钟谈话里面，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是那个情绪气氛特别高涨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点掉，不要害怕，话突然掉那了，没事儿。对，老师，其实我是现在其实挺轻松的，虽然我今天可能有点沉默，我觉得可能后天我到了那个地儿，我开朗的那一面会展现出来的，而且我话会很。是的，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专业性。其实像你们都算是很有经历的专业人士了，但是那么你依然会觉得，你看我还是随时随地要去寻找一个机会，而且我要时不时的要被考核，这个被考核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事儿。特别讨厌，老师。特别讨厌。你知道关键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行是无从备考的。你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做节目本身没有 KPI， 无法量化我怎么样就好。我觉得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因为它就是简单，更快、更高、更强。那你说我们谁主持的更好？这无从界定。无从界定，所以我们心里面得有一个信念。就你的信念不能没有，子泰。明白吗？我有信念了。OK， 记得这个信念真的不能丢。而且你们的起步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要被这个考核给打颓了。不会的，老师。燃起来吧。哎呀，鲁豫老师还是很温暖。很温暖。觉察到了。对。子泰明显状态有些奇怪。佳宁，加一下我微信，我把那个视频发给你。好嘞。你们俩好像啊。真的吗？长相吗？和美女像是我的荣幸。都是大高个、瘦长的，然后你多少斤啊？85吧，86。你也差不多吧？大差不差。哎，你逛这儿了吗？我带你逛一圈。好，走。也好元气满满、阳光的那种。这边是我们的大会议室，你已经去过了。它就是我们平常开大会和老师讲一些内容的时候，然后对，然后这里是茶水间和休息间。我们每个课题结束，可能大家会在这里聊聊天、复盘什么的。然后这个是饮料柜，都可以随便喝。你喝水吗？给你接杯水。没事，我刚才已经对，就这是刚才子泰已经教过我了。好的，这是水，然后这是咖啡，这是冰块、制冰机，你随时可以用。这里是微波炉，还有微波炉，这太好了。微波炉，这里会有几个房间，有剪辑室、化妆间和录音室。哇，这个地方应该会有，这个地方会有。他们柜子里面摸出吃的了。哇，对，你可以随时里面就跟学校里的设备应该挺像的，对吧？然后这边是臧希老师的办公室，徐徐老师办公室，陈晨老师办公室和鲁豫老师的办公室。你等会儿等明天可以跟鲁豫老师打个招呼。好的。嗨，臧老师。嘿。我带他认地儿。认地儿。逛一下。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布局。雨佳真的是天生热情。对呀。虽然这也是对手。但是按捺不住心里就是跟人交朋友的本性。佳宁雨佳，好，走了，准备好了，东西拿好。好嘞，我们直接下楼走了。OK。是不是我们是第一个下班的了？人不都是开心第一个下班？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你猜。接下来的安排应该会让你们很开心。我要请我的组员今天晚上去吃饭。我真好，太好了，正好刚才咱俩午饭都没吃好。常见，哇哦，开心。吃完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去看音乐剧。哇，什么音乐剧？老师？是我们家先生演的音乐剧。哎呀，呵，我要被幸福击碎了，太幸福。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还可以留下来跟2个演员交流一下。太愿意了，这么好的机会，对吧？雨佳松弛下来了。这是雨佳真实的那一面开始，活力满满。谢谢老师，去准备一下吧。羡慕，我也想，我说我也想去。你们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哎呀，在所有人羡慕的眼光中，没想到第一天下班这么早。你们知道有一个节目叫《深入人心》吗？哦，我知道。哦，对。然后今天演出的2个人就都是参加过第1集《深入人心》的，一个是我先生叫于迪，我知道啊，对。于迪老师是这一家呀，戴眼镜的于迪老师。哦呦，我今天才知道。还有一个跟他搭档的是龚子淇。哇，好期待！所以现在要换一种心情了。对，我们就。我事先点了几个菜，好呀，就这儿的特色菜，但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先上，先看看，什么都能吃。对，不挑，都吃。我也是，你不挑食。然后咱俩怎么都，你们俩真是就坐在我对面，我都觉得你们俩真的身形、身高、长相都好像啊。对，连名字都是带家，对，家组合，完全把我整糊涂。真的是容有个家字。你要不要把这个牌子摘下来？忘记了，还在工作状态中。忘记了，班味儿太重了，待着。那你们先吃吧，要不？好。这吃的啥？无花果。无花果。这一到咱吃饭的这个场景，你就坐起来了。所有人都听着都是吃的啥？你家里面就你一个吗？没有，我还有个弟弟。也有弟弟，我也有弟弟。你弟跟你差几岁？8岁。我10岁。哦，有弟弟可爽了。哎，那说明咱俩弟弟是同岁，属龙。对，12年的对不？12年。我天哪！天哪！他俩真。哇哦，好，又有一个共同点了。是。这不压根儿就是一家吗？这拆开来上的节目是吧？来干杯！干杯！欢迎佳宁，然后祝福你们俩今天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好的。说说做姐姐的感受。我弟弟是一个跟我性格非常不同的人。他是个非常慢的人，不要强的人。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是木工，但我妈妈有时候会焦虑说他成绩不好。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成绩很好，他就想让我弟弟也成为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但是我跟妈妈说，我说成绩好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幸福。我觉得兴趣和爱好，如果他拥有是最重要的。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问我喜欢干什么，我回答不上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喜欢的，我只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没有任何喜欢的东西，我脑子里全都是绩点，数字，成绩。我是到研究生之后，就是功利主义全部都换了。姐说的有一个点特别戳中我，就好像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在被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不停的往前推着走。就我每个假期就是也都在找各种实践的机会啊，或者怎样，我就会觉得我一回到家，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就会觉得特别空虚，
完全没有任何满足感，我也休息不下来，然后我就很想赶紧回到北京，继续可以找一点事情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心里才比较踏实一点。我也蛮理解的，就有时候我其实到了30多岁，还有那种就是一到休息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发慌。你可能仅仅是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你就觉得说啊，让我很有积雪，让我很有前进的动力，哪怕这个前进的方向我也不要去想是往哪儿前进，就是我被需要。但是你有的忙是好事儿，哪怕是从学习的角度，就是最好的学校是哪里？是社会。所以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庞真的表现特别好。我觉得他可能在社会上的历练会更多一些，遇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就是不断的遇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最好的学习过程。对。所以我觉得你们能来这儿特别好，因为你们在迅速这么短的时间内遇到了那么多的问题，就一下子能够成长，学到很多东西。是的，这次就深刻的体会到了学校和社会的区别。就之前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我在学校里面算是很能答题的，对，就是很会考试的一个人。但3轮考核我已经失败2轮了，彻底吸取了教训，就感觉我之前在学校考试很在意的东西，在社会上不一定很需要。这个状态很好，已经在成长了，已经在改变了。我觉得真的是在失败，虽然我失败每次都哭，失败2次哭了2次，但是在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真的在成长，就不是说我哭完就结束了，是我真的看到了好的人做的东西，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妈妈是一个对我要求比较高的人，但她的要求不是挂在嘴上的，说我对你要求很高，你一定要做好。而是他会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你都第1了，对吧？怎么样？就是他会潜移默化的给你有一些压力。所以我这个第1，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不是为我而考。我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我就说，你能接受你的孩子是一个不优秀的人吗？我妈说，我好像接受不了。压力好大，压力好大。活得多辛苦啊！老师，其实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你有了孩子之后和有孩子之前心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吗？会，就是人生更开阔了。女人可能你们还没有到这个年龄焦虑的程度，就是你到了20多岁、30岁，你真的会有那种年龄焦虑。然后我到了40岁之后，突然年龄焦虑就没有了。我觉得是真正达到了某一种程度。有了孩子，然后自己越来越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同时也完全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就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挣脱别人的评价体系了，就真的从那个里面解放出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我自己也很晚，就是你想我是41岁有了我的第1个孩子。就是真的是最标准的高龄产妇了，然后44岁生了老2。我本来也觉得人生没有孩子是 OK 的，是我先生说啊，那个我们结个婚吧，结个婚吧。是。你看我结完婚，感觉结婚没有我想象那么吓人。然后呢，有孩子是因为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活法呀？
那么换油活发你需要一些外力，对吗？那换个工作这件事情，好像也看上去没有特别想换的工作，然后要个孩子吧。然后孩子说我是这样出来的，然后就生了老大。生了老大之后呢，我会觉得说哇，我们所有的关注在老大身上，这对他不公平。我需要一个老二来平衡一下家里所有人的关注。哦，是。然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不多生几个？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生？但是人生都是最好的时候，对，都是最好的安排。对，真的是。我真的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很幸福。嚯，爱的凝视，我天！笑得太甜了。我的身体里已经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气息。我准备跟他下班了，你们要去？要跟他们？你们要跟我一起去下班吗？但是那个票根可以，我想找于老师签个名儿。哎呀，满血复活呀，这孩子！满血复活，他调整能力非常强。他私下里你好像一直是那种阳光的，他在镜头前也应该把这一面展现出来，这就是他本我。我们给于老师买了一束花。哦，是吗？对，好用心。每一次看音乐剧都会给自己的朋友到台上献花嘛，这没有台上的机会，我们就台下献一下。我帮你转送。还是你应该说你自己送给他比较好。哦，哎呦我的妈呀 ！Hello， 于老师好，给你介绍我的2个学生，我们的实习生。我终于也有学生了。哦，真的。演出成功。谢谢。这是佳宁佳宁来，先进来，来。子琪呢？子琪在这儿。子琪，王子琪在那儿。今天全都是穿屏而过。子琪啊，子琪，你今天唱得很好，祝贺！难怪是100场啊，又变年轻了。真的，真的，真心的。那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稳重了呢？是吗？对，我长大了，你变年轻了。哦，谢谢。就我觉得你今天唱得很好。谢谢。祝贺。好，拜，祝贺，真的好。谢谢。你今天累不累？我还行。是吗？我真的很怕你累。要不坐会儿？来都来了，坐会儿喝点水。来。哎，那小二来点水。小二。他们都很渴了。对，来，喝点水。来。三位主持人来，3位主持人，来，太荣幸了。来，陈老师辛苦了，陈老师这几天辛苦了，陈老师。你辛苦了。哎，陈老师，我来。不，你辛苦了。我渴到了。不，你辛苦了。你快喝。干嘛？我自己拿盖子不行啊？谢。对，这2天你辛苦了，因为我天天要上班。是呀。我坐这儿，你们俩。刚才没睡着哈。你坐这儿，他们怎么坐啊？你坐那儿。我告诉你，家庭话语权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哎，我太熟悉了，太熟悉了，这太亲切了，这一幕。也是被支配的啊，那家伙，杠杠的。好，我坐这儿，好，你们俩坐里头。咋了？尬着了？突然间陷入了尴尬。瑜伽开启个话题。那于老师太辛苦了，连唱2个小时。于老师，你觉得在就是这一场里面，才开始采访了，这是主持人的职业习惯吧？这几个场你最喜欢哪一趴？这是个好问题。怎么就开始采访了？而且我刚还跟那个陈老师说里面有一个设计我特别喜欢，而且是我们那个视角才能看得到的，就是它有2个圆圈的交融。对，就是这确实也是原著当中有的。被迫上班。于老师说：“我这刚刚演完，不是下班了吗？”哇，你们都看得这么。
老师，所以您也参与到了这个话剧整体的舞美行动的整个的设计当中。我其实于迪老师本人的性格啊，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现的状态啊，会不会和剧里呈现的会很像？这个太熟悉了这个问题，哎，但是他俩的配合很好哎，化学反应出来了。于迪老师甚至有点紧张，那表达力好强啊！我都出现了很多次，是不一样的点，他会在于最后他会也会像这样一样吗？然后我也很好奇，他会离开我真的没想到是结尾，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个结尾。好了，那是不是也早点回去休息吧？主要我觉得你们俩都真的很累。就是你们很累，你们很累。哎呀，于老师还得是我老婆。加油加油加油！谢谢于老师，祝你们有很多新的棒的舞台。会的，走，谢谢老师，老师拜拜，拜拜。一起才叫拼。百事一起拼，渴望就可能。好玩好玩。这职业习惯你会有吗？就是不知道问啥的时候开始采访。我还好，太吓人了，被迫上班，被迫上班。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他们整体2组的备战状况，那第一组是00后组合，那第2组是双加组合。我们先说说这个00后组合好了，王玉和子泰2位在一起，子泰有点荡。哎，对，我也很好奇子泰这次的一个心情和精神状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他一方面压力大吧，因为他知道说淘汰或者不淘汰，主动权不完全在自己手里。是，第二，我觉得他第一次去挑战一个访谈，再加上要跟王玉合作来搞一个访谈，我觉得这他心里是有压力的。是因为王玉比较强，还是说王玉在风格上、在合作上？你看他什么时候荡下来的？就王玉在不断的输出说，我觉得我可以问这个，可以问这个，可以问这个，就荡下来了。我们需不需要设立一些比较固定的环节？他在他们这个班里边的竞争当中，他对于我们这种职场的有没有什么建议？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提问技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而且他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好像也是屡受挫。上网一查，发现没什么可以查的内容。那结果一见面，鲁豫老师哒一大串下来，他就觉得，哎呦，确实这些其实我刚才本应想到，但是现在好像落入下风，心理压力也很大。作为访谈者，可能最基础的准备工作重合度太高了。对，他们本来就要做分工嘛，结果简单一聊，俩人给自己领的工是一样的，所以就不知道分给别人什么。是的，而且他们这一组本来是合作，合作当中又有竞争，竞争当中又得合作，这个也很微妙。哎，你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他们2个合作的时候又有那种竞争的感觉吗？没有，其实咱马上就能看到了，我觉得他俩配合的非常好。我呀，还是小看我们剪辑师了吧？竟然敢说没有，一会儿这个眼神里的交锋啊，字幕一配，对 BGM 一上，他要是当着我跟邓克面，他俩干起来，我俩得傻了。这怎么弄啊？这他们俩干起来。刚刚王一给我，你怎么能这么问呢？这个问题问的也太差了吧？应该这么问。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然后变成我俩在那打圆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其实所有的职场，它不是都是又是合作又是竞争嘛？因为你想，任何的那个事情都会一个小组合作去完成嘛。然后你升职加薪不就少数人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就是对手。所以它符合所有的职场的所有环境嘛。职场的本质。对啊。你还别说，咱们 offer 节目的本质也是这样。对啊。每一季不都是所有人进来合作，但是为那最后1或2个 offer 名额。只不过他们更显性化。对，在这个较短的时间里爆发出来。这是刚才是00后组合我们的观感啊，接下来还有另一组是我们的雨佳和佳宁双加组合。双加组合，我感觉雨佳这一次的状态回来了，对，赢了一次之后信心回升，然后整个带着妹妹一直在往前走。他们这一组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包括跟带教导师的沟通，在吃饭的时候有了这种生活中的交流之后，对，是不是状态会更松弛？对，而且雨佳感觉生活里她就是个阳光那种女孩，所有的你看她所有的回应都是那种特别积极，能给人情绪价值的。和美女像是我的荣幸。没有。好，刚才咱俩午饭都没吃好。什么音乐剧老师？他只要自然而然就非常有魅力，非常有魅力。然后他们在聚餐的时候也提到了各自的家庭，他们竟然有一个同属龙的弟弟。对，他们俩的真的身上有太多的相似点了。在家庭教育上，雨佳其实分享了，她妈妈应该是一种压力比较大的那种，而且基本上都把这种心意都灌注在自己的大女儿身上，所以必须得优秀。她中间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她说有一半是为了我自己，一半是为了妈妈。这其实比如说自己所处的家庭教育，或者说我们有孩子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当中，是这种无法接受孩子不优秀的心态吗？还好，就是没有什么硬性标准去评判优秀或不优秀。对，就是成绩好也不是说就多优秀，成绩不好也不是说这人就不行。读书的时候肯定会对成绩有一些要求嘛，就肯定不是希望我这个成绩特别烂的一个学生，但是也没有说啊要求我一定要考到班里第几名，学校第几名。只要我每一次考试有一些进步，哎，就会给我一些鼓励啊这些，但从来没有说要求我必须第一名这种，而且我也不接受这种要求。我能感觉到，生活中跟子琪相处，他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他会让你觉得就是舒服、自然，会让人非常松弛，就有这种人格魅力。这跟家庭教育也是相关的。对，俊林呢？我属于那种放养型的，就我妈他们从小也管过我吧。小学1、2年级的时候，一定要我在那个沙发旁边写作业。沙发旁边？对，就是客厅，然后他给我安了一个那种小课桌。对，那你在沙发旁边，他们看电视。哦，就是给你增加这种分心的小挑战。然后我的成绩就越来越不好了。这是什么设置？搞了2年之后，哦，竟然搞了2年，你爸妈都没意识到，说孩子成绩会。你说我这天天也看电视的时候也看着他，他们当时就这样说的，说不管你了。后来就发现做作业什么的，我就还是习惯自己做，然后他们也理解了之后，也发现其实我自己做的那个效率会更高，然后自己学的话效率也会更高。后来就学习上面的事情，他们也就放手了。现在工作上的事情，他们也放手了。自由翱翔，多幸福！先旭有吗？在家庭教育上，就是希望我的一儿一女能够开开心心吧。我们2只猫啊，嗨，我就以为今天爆料了呢。对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想干嘛干嘛，想玩啥玩啥，想吃啥吃啥。你还想让他干啥呀？让他写个程序啊？很奇怪，我们家那个老大，我那老大那只猫，特别喜欢沉思。哎，我家的猫也这样，是吧？它就特别喜欢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往外面看。我那是小公猫，我那也是。什么品种啊？金渐层。我那是德文。哦，我们这问题是这个吗？可以是。我觉得是这样，他们是嘴上说就你可以不优秀啊，可以不快，但是还是会对我有一些期许。对。然后我父亲可能会相对严格一点，就希望我可以什么都做得更好。但是这2年又有点返回去了。这2年特别能感受到我父母经常害怕我过得并不快乐，偶尔见到我就老问我你开不开心什么的。然后你只要开心就行了，你不用那个太那什么。但我自己又突然开始对工作上的事儿特别上心了。所以你看，父母要的只是你好。你既然已经在工作上那个自己很努着劲儿了，他们就希望你开心。对，你只顾着开心的时候，他们说那你多想想工作。对，真是就帮你平衡一下，其实就是。是的。志胜呢？我爸妈一直要求是那种比较严的，我那个词儿都不叫说优秀，叫你得有出息。哦，有出息是比优秀更。沉痛的一个期待，更沉痛的一个期待，就是你得有出息，就是你的分数是和你这个家庭将来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在他们看来。
小时候你就是会觉得你这个分数是能牵动你爸妈的所有的情绪的，因为他们的期待也好，他们的那种希望，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很有点沉的那种期待，那种干啥的，就他们经常会让你觉得你如果考不好，你这个家庭都会变得越来越差。他们一开始对你有比较具体一点的期望，没有，比如说，为啥说他们说期望就是有出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能够说有出息，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摆在他们面前，或者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他有一个概念就是不一定这个学习好就能有出息，但是学习不好肯定完了这辈子，肯定完了，有这种感觉。对，其实这个事情就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你就不敢试错嘛，因为你试错之后，你知道试错成本是很高的。一次学习不好，你爸妈就会有一大长串的滑坡效应，就是你不是这次考不好，将来上不了好初中、高中什么的，所以说你现在做事情就会很犹豫，因为你大脑里那个做错事情的那个后果的一系列影响会非常非常长、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改变的，就当你意识到这些东西之后，慢慢的，父母的教育理念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印记会越来越小的。对我也能感觉到，在大学过程中吧，包括大学之后的这段时间，我就在重塑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了。对。之前网上有个词儿很火，叫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就如果说觉得原生家庭的很多教育模式留下那些痕迹不够满意，并不是不可抹杀的。对。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心理从小再养一遍，然后培育出新的品质。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其实你今天用简单的一个分数去判定什么是优秀，我觉得有点狭隘了。特别就我觉得接下来 AI 时代里面，你用你的什么初中，然后高中什么进大学的那个分数去确定这个人优不优秀，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我们想的太少了。但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真是热爱。就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看那个。瑜伽说我得到研究生的时候才慢慢找到自己的热爱。咱坐在这儿一圈，我觉得至少都有一个优势，我们至少都干了我们喜欢的事情。是的。所以你就愿意在这个上面花力气，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吃苦，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持续学习。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鼓励和支持热爱是父母真的应该做的事情。是，它是内生的动力。对。OK 了，接下来就是看这4位有没有出息的时候了，到了他们展现自己，看他们出息了，出息不？因为接下来他们不仅要备战、要排练，而且很有可能要呈现出自己的作品了。看一看这2组表现怎么样？下一段 VCR。坏了，扯坏了都！天哪！你的领带是塞进去是一个设计吗？对。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是你的小巧思啊！这真的是个设计啊！你俩今天都很有一个点睛之笔，2个领带。啊！最后是这个形象来采访你的？我有点忘了，姐。哦，你当时不想把他那个领带给他掏出来吗？我觉得非常酷。我跟你说，我在即刻上场的时候，江晨也是一直都是我现在这样的装扮，我经常把领带塞进去演一场戏，然后就很酷。你这人没法回答了。你说我就酷，我有点落入下风了。走，
晚上好。Hello。老师好。你是新来的同学是吗？对，老师，昨天我面试的时候，然后您好。对，我昨天刚回来。我跟您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叫刘佳宁叫我小刘就行。好。然后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现在是大3的学生。哇，你还没有毕业呢。太厉害了。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是跟陈晨老师组做的那个东方新娱乐。哦，压力好大。没关系。好，不准备。终于见到您了，谢谢。你们准备怎么样？我们还有一种吃瓜群众的感觉在那。有啥要跟我聊的吗？还是你要自己准备？我都可以，我这边随时你们要。我俩对一下再跟你。行，随时。好嘞，老师。哎呀，令人操心的2人组啊！姐，咱们现在要去吗？行，走。要不咱们去那儿？你想好你是什么的，就给个风格定位。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我是暖心的冯琳，这里是全新的东方新娱乐。你要叫啥？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好，那我也想一个4字词。有没有什么样的暖暖？想个什么？奇迹暖暖。我是奇迹暖暖的佳宁。什么暖暖？心意暖暖，温柔暖暖，爱意暖暖，春风暖暖，笑容暖暖，关怀暖暖，氛围暖暖。你这是活力满满，你真的。笑容暖暖怎么样？笑容暖暖，可以。笑容暖暖。不是满满，是暖暖啊！我写错了。你咋这么可爱？受不了了。暖暖。对。或者你先说呢？前后说没啥区别。确实，我感觉我先说好尴尬。你有啥尴尬的？你不要尴尬，挑战自我。好尴尬，你别我这我想赶紧一笔带过。明天咱俩那什么之前，咱俩先做那个，做什么，把自己动起来，热身起来。我们要不去沙发区？好，不用在这硬硬的坐着。哎呀，可以躺着，爽直。哎呀，躺着确实爽，舒服，又没扛着，好爽。北京菜，哎，咱俩这样方便聊天。我把固定的开头发给你们俩。好的，好，谢谢姐。姐，我们是在这个楼上吗？对，那你们应该是4个组里唯一一个在熟悉的场地考核这一轮的。姐，我问一个不成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也不能上去感受？谁规定了不能？我也觉得可以。谢谢姐，谢谢。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那我们把提词器怎么发？微信里面，然后传这上面来。好，我去吧。OK，你穿高跟鞋，你别动了。少一下。OK，谢谢老师。哎呀妈！你看这个黄影，哇，好漂亮啊！好可笑啊！我给你拍一下。啊，好美，好好笑，好美。没了，我都不知道这手机还能拍出这么美的照片。哎呀天哪，你好会拍呀！你看这个。哦，可以。OK， 那我们大概把词儿顺一点。来吧。好硬来，我先帮你看。大家好，来吧。大家好，我是这么羞耻吧？这句话，笑容暖暖的佳宁，你是笑容暖暖的居民，你是活力满满。来，你说一遍。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是有点羞耻，笑容暖暖怎么了？对啊，怎么了？笑容暖暖，对啊，就感觉像奇迹暖暖一样，感觉挺中2的样子。来吧，笑容暖暖。我不笑，来吧。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挺好的，
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一到周五17点和您准时见面。国色芳华，原班人马打造，还原度那可谓是极高。除了秦昊这样的主角撑场，轮番飙戏，看得让人太过瘾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什么呀？他叫熊猫先生。哦，他沉寂多年再度归来，演出了双面人生的反差感，那是嫉妒与不甘，嫉妒与不甘，而是灵魂穿透镜头。这句话有问题，我要改一下。山东段子王孟川，职场清醒人赵小慧，欢迎二位，欢迎。好，那然后前面反正还得要改，真读起来还真觉得有问题。好，走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山东段子王，山东段子王，这谁给封的王？这还有山东？那广智那算什么？山东段子王问过我们智胜哥广智的意见吗？那个今晚给孟川打一电话。打电话。王玉，哎，子泰，哎，咱们走了。哎，走，老师。那明天下午差不多2点，我们要从这儿出发去一个地方。就老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人有点压抑，我们换一个地方。晕晕的。已经有班味儿了，这2天待的我。没有在办公室长期待那么长时间。走吧，走，拜拜。那我们走了啊，拜拜，安全。好。对。感觉离开东市有一股班味儿在慢慢的离我们远去。是的，就是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出来过了，感觉。赶紧把它破一破。哦，看看鲁豫老师带他们去哪？团建啊！他们这组是真的需要团建，他们需要好好。来，换个地儿再干活。哇哦！啊，他们来的是书店，叫班味去除地。先逛逛。可以啊，老师。哦，这个作者我跟他聊过。哦，东京8平米这本书我也看过。他是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作。哦。他在日本东京住一个8平米的房子。8平米，所以他就写，他之所以住8平米，就他认为他不想为了生活中额外的东西去打无谓的工。哇。就是某种我觉得在反抗生活，挺酷的。我还见过他。这个事儿是很酷，特别酷。但我后来想了想，我说我最低8平米肯定不够。行李箱都没地儿放。对。行李箱。对，行李箱都没地儿放。哎呦，这个老板挺文艺的吗？上海好多那种小地儿特别坐得住。那我们就坐这儿了。行，好。我可以先看看你们俩做的方案什么的。好。明天把你所有的问题你想好之后，变成一个生活当中你们聊天的那个语境，给我形成文字，我得感受一下你们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聊天。只放松一会儿，直接工作，换地儿工作。所以不要相信老板跟你说团建。披着团建外衣的加班。我没有写全。没事儿，不用，就大概的感觉。是一个感觉。对，你给我看一下就行。老师，就是昨天发给你的那些问题，以及今天就是这几个问题，然后其他时间我都在看吴先煦的一些采访的视频，以及一些其他的采访明星的视频，或者采访演员的视频，看他们会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行。来，我看看王玉你的那个什么。我前面是一个比较2个人的这种访谈，然后后面我加一些背景。邓师哥、胡师哥，这么细节。对了，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说的这种比较抽象的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你们俩都问题还是，你看你随便举个例子，都是比较落到实处的。你看你现在依然会都是问他吗？你现在会怎么想？就你怕别人叫你童心，你现在会怎么想？这都是具体的问题啊，而都是能够引出故事的问题。我就尽量的去把它具体化。对啊。你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只有你个体化的感受，因为你当时在现场，
你记得他们做汇报的时候，小剧场什么里3层外3层，什么叫这个哥那个哥那个姐的，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只有你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你这还有个人的感受，真实的感受，这个就很好。子泰的心情感觉笑容又逐渐消失了。你们俩可能需要想一个怎么开始，自然的开始，让他们知道已经开始了。老师，我一般就是跟别人初次见面交谈的时候，我会先从就是夸奖对方。就是我会见到先旭，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说：“先旭，我是你的粉丝，我觉得你小时候特别可爱。我昨天刚看了你在小时候打快板那个视频。”合着是骗我的，兄弟，这是手段呀，兄弟，是粉丝，这个是阴谋诡计啊，这都是采访技巧，这人工作。推己及人，如果是我，有人当着我面夸我是爱人，我会特别尴尬。不要忘他是个哀人，哀人很怕这些。好，确实。你的那个开场，我觉得还挺好的，就跟当下跟这当下融在一起，是一个好的切入。王宇那边我感觉框架都已经成型了，问题啊基本上，但是子泰一直很模糊，是不是跟他生病了有可能啊？你们现在可以分几块，我觉得有几个大模块，每个模块里面必须有几个问题，就你们作为经典说这个一定必须要问到的，每个人都要在每个模块里面准备这样的一些问题。好。包括我们其实可以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让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其实对，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一个问号，尤其这是一个聊天的一个场域，只要能够有他的一个抓手就可以。他听到你讲的话，他有一个想表达的欲望，他可以顺着这个讲，他就是可以的。OK。哦，然后老师，我是觉得这两个问题有点尖锐啊，但是我想就是跟您。你觉得哪个是比较尖锐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这两个问题是可以问的。就是你想让他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真的那个样子嘛？他要演，其实是要演一个可能会有班味儿的一个人。就他怎么演出那个班味儿呢？这其实是个好的问题，这你们都可以问。邓科可以讲。我觉得这个他们俩都可以讲，邓科可以帮他。对。师哥，您现在还挤地铁吗？就拍这个职场，年轻人这个职场，你怎么拍出班味儿？从邓科切，就不会有任何冒犯。这么破碎吗？怎么了？感觉已经碎了。但确实有点碎的边缘了。他平时不是这样啊。你们这次考核是挺难的，你们俩还得互相合作，然后要跟2个人聊90分钟，这难度非常大的，所以做好了是你们俩特别牛。这样万一没有那么好的话，是这个设置太难了，就你们必须要有，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真的是真的，做好了就是你们牛，没做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很难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个人掌控我 OK， 我还得跟另外一个人合作，还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这都没把握的，这点要想好。谢谢老师，不要一直在安慰我们，不要质疑自己。好，但其实我们2个都有点忐忑，因为我们2个现在都是0分。不用，没关系。这个考核不是说谁赢了，谁得分最高就最好的，不是。不管他们给你多少分。自己需要给自己这个分儿，有的时候，把情绪给我顶上去就行了。要被你安慰哭了。真的没事儿啊。陆毅老师真好呀，真的，他的那种温柔。这你们要相信自己就可以了。感觉子泰这回扛的压力确实有点大哈。项目也难，
要搭配，60分。那您觉得我们需要让他们准备什么？比如胡先煦，我就认为他应该回忆一下，就他作为童星那个经历，对，稍微他自己梳理一下，啊。看这种别人在背后设计你是啥感觉呀？先煦，此时此刻觉得蛮诡异的。就这种童星式的小孩儿，那他是某种程度是没有童年的呀。很多童星一说就特别能够共情，什么迈克尔·杰克逊之类的，就是没有童年的小孩，他们互相特别能够共情。是老师，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我就看他很亲切，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他的经历比较相似。虽然我不是当演员，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上1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寄宿学校了。哦，为什么那么想把你送寄宿学校？他们比较忙，然后他们就是不太想，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忙吧。然后当时是半个月回1天家。哎呦，所以说，即使是小到铺床单，大到生病了，都要我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哦，天哪，小学，然后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也联系不到家长，所以我觉得所以他就让我过早的就成熟了。那你们班里面那些寄宿小孩都是1年级？是的，而且我们上1年级的时候是几十个孩子住在一间特别大的宿舍当中，有3个宿管老师盯着我们。哦。后来等到3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搬到6人寝了。哦。那你觉得你有欠缺安全感吗？有，非常有，老师。非常有，我是一个非常缺安全感的人。你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感觉我的直觉，你比他是有安全感的人。是吗？他其实就来自于童年的时候家庭给予你的那种。这个很难讲。对。原生家庭很重要，某种程度我能够共情他，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我不是跟父母长大的。所以就是他其实对于小孩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夸我，哇，子泰你好懂事儿啊，就是你，哎呀，你看这小孩多懂事，也不哭也不闹，从小就不想家。当时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但是越长大越发现会有一些后劲儿。我跟你说，懂事儿从来不是一个小孩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是的。懂事对于小孩来说，他其实某种程度还挺致命的。是的。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角度问问胡先煦。他应该某种程度也得懂事，因为你童星，你就得比一般小孩也要懂事。对，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看他的那些采访的时候，甚至他的一些表述的感觉跟一些眼神，我捕捉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真是有一点点像。其实是可以的，这个你们可以聊一下呀，有可能聊一下。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小学就。行，晚上你们就不用熬太晚了。那行，那我们就撤。好呀，我们走吧。这也太荡了。这样。你觉得还有啥问题吗？我目前是想不到什么了。但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心里的那种柔软和你的处理方式，就你对于这种你的压力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要堵车。子泰这一期好大。
你们这次考核是挺难的。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忐忑，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是0分。说的好是松弛，说的不好就是实在真的没有求生欲。对不起，老师。不至于。话糙理不糙，让我人太早。让师姐开心，谁来让你开心呢？子凯，他之前是一直在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是的，我感觉还挺难的。你是那种行的，真的，得优秀，大家能看得到。真的。一个0分的，另外一个0分，我觉得你行。哎，你看他那个懂事的那个特质，其实在各种点滴上全都能展有延续。真的。你看他都无所谓，你怕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无所谓？他肯定是有所谓的，我也知道，肯定都有所谓。既然来了参加实习的，肯定都有所谓。我也知道你们可能就心里会想，准备的这么多，准备的还算觉得不错，怎么就？是时候大哭一场了。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这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都到一个极限了，我觉得。天哪！几点走的啊？快1小时睡着。我要去揪大会。哦。他下车才把声音放出来，不愿意展露这个脆弱，真的。回吧。干嘛呀？待会儿。我不知道，不是我很懵，因为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明天搞砸，我也很害怕，我根本一点都不自信，我都是装的，根本。我面试的时候那个自信全是装的，我根本一点不自信。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越来越觉得老师们对我有期待。就是你会想，就是你，我可能前3次领带没关系，我还能对张希老师笑出来，但我要一直领带，我还怎么保持笑容呢？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跟老师们嬉皮笑脸？而且我又是一个不愿意把自己那些什么事儿都说出来的人，我就是很纠结、很奇怪的一个人，我就是。挺要强的哥们儿。那种开朗人的那种崩溃，因为他们这个环境太极端了。是的，太密了。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人事儿，回来了。嗨，宇哥。你猜我去哪儿了？我找到了一片特别美丽的草地。没有。躺了会儿。男生之间的共情真是。主要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会表现怎么样，我也不害怕。你觉得你想问的呗？而且我压力其实就是很大，就是很担心这个事儿。但我觉得你跟鲁豫老师沟通的时候，没看出你的压力啊。我总不能在鲁豫老师面前哭吧？从现在已经好了。你就相信你相信你自己就没问题的。你就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没问题的。你在干嘛？你在背词吗？还是在准备问题？没有，我就是在想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让他们更就开场。你看他怎么开场？对，我就是在看他是怎么开场的，所以我把这份找出来了。他们可以柔软又锋利。张扬又羞涩，混沌又清澈。他们按心情生长，各自独立，也成群结伴。哎呀，哎，不是每一个男的都会安慰人的。我们的那套词儿就是，没事儿。这算啥呀？能咋的？能咋？能怎么办？所以这已经是直男安慰人的最高水平了，对吗？最顶级的就是他说他的困境啊，噼里扑噜，非常崩溃，说我怎么着，然后旁边哥们儿，那咋办？你这种，还有那种，他说完困境说，所以咱一会儿去吃啥呀？这比较常见。所以你们判断王玉的那个现场是他的确没注意到姿态的情绪，还是说他可能注意到了，只是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来安慰，所以就开始进入谈工作来转移话题，解决问题？肯定没注意到，我感觉没注意到，应该不会有一个男生看另外一个男生哭了，然后装没看见吧？应该不存在这种事儿吧？怎么也得问你咋了？你咋了？对，怎么也得问一句吧。但子泰这次哭其实我是最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镜头前展露出的那种整体的状态不太有所谓，而且就是懂事儿，他会把身边所有人照顾得非常好，而且所有人情绪的时候都想在他身边，就他能给一个最坚定的支持、拥抱和安慰。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一点，就是那谁来安慰他呢？他也是0分，但是也不是王宇没有发现，也是他专门避开了。对，他其实很害怕在别人面前袒露他的这一面。是的，他在车上的时候，由于距离近，他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推开门才开始抽泣。我觉得这种克制也到了太极致的情况了。我觉得这个太极致了。我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就是在2020年。反正就是那一年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顺，有中途腰斩的，有最后面临门一脚失败的，就所有的事情都是
失败 ，no。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回学校的那个车上，我也没觉得说多难过，但是我就看着窗，我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就给我搞成这样子？就那个泪水就突然间下来了，就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考研了，子琪？没考研。你看，这是男生，他在说他流泪，他没考研了。考研了，我在流泪，哥们，没有特别理解，真的特别理解，我超级懂那种。行了，别找我了。哎，其实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这个哭，就底层那个心理状态，其实跟子泰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是职场的特别典型的一种沮丧，叫你会发现说你努力无效。对，因为你在学校里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效的嘛，对吧？你多背2单词儿，你就是多得2分啊。但是你会到职场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说，你有可能努力依然不会赢，你就不知道怎么抓住这个机会，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确实。但其实子泰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跟鲁豫老师沟通的时候说到一个词儿，也让人很心疼，就是他说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小孩，然后鲁豫老师当然也讲了，说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应该有的优良品质，懂事。你们生活中从小到大有人说过你们是懂事儿的小孩吗？我还算是懂事儿的。俊林呢？好像我就没有什么叛逆期之类的。那我知道了，赫还在后头呢，还在后边，还没到。原来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就是跟媒体特别自信声称我从来没有叛逆过，后来就突然有那么1、2年就叛逆了，就不行了，说什么都是错的。然后我一想，这不就是15、16岁青春期的那个状态吗？叛逆期的是。哦，就是说叛逆期是人生必经的一段经历吗？我现在感觉是的。他有什么具体的临床就是有什么症状吗？你可以用临床这2个字，陈老师，因为真的就是感觉激素啊什么的全不对了。怎么感受呢？什么样的感受到底？就是你心里会无名火。对，听到某些话之后，突然那激素就开始激素上升了就。而且我观察到这一点现象是，这些话可能他们以前老说，但是突然有一年就不行了，就听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哦哟，那你这我还没有，还没到，快了。下次我叛逆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你说。马上发，都注意啊！我要开始叛逆了，我发朋友圈，我要叛逆了。但怎么样才发现自己又过了那个叛逆期呢？因为回首去年，觉得自己太不懂事儿了，太傻了。就回首，我说就回首那1年，不是说为人处事啊，只是对待家庭的这种态度，觉得这反常了，这不是真实的我，一定身体的某个激素方面在影响我。其实咱们重新分析一下“懂事儿”这2个字，就我觉得，比如说守规矩啊、讲礼貌啊，不会被形容为懂事儿。懂事儿就是你让渡自己的一些需求，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方便别人跟你相处。所以就是但凡从小这么长大的孩子，被这么夸大的那个孩子，他的外部反馈就是你一让渡，别人就夸你；你一让渡，别人就夸你。所以他特别容易忽视自己到底要什么，他会优先让你觉得开心。但总忽视，他内心还是有需求的嘛，他还是想赢的嘛，还是不想得0分的嘛。但是他还要反过来想说，老师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对我失望？对，所以那2股力量冲到那儿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他崩了，是他既观察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又依然怕会让别人失望，所以2股劲就顶在一起了。我觉得刚才先旭说的那1年就是一个平衡。你之前有好多年的时间过于关心关系，过于关心周边人的感受，所以中间有1年，你内心那个自我就跳出来了。对，所以人生总是要有平衡。对，所以有那个平衡阶段，确实是。就还有一个刚才片子里的小细节，就是那个开场白，有一句“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我其实觉得这句话还好。我猜是不是因为那句话“笑容暖暖”。是他们蕊出来的一个，可能不是他一开始是不是没有那么从心？你们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有特别羞耻的小瞬间？有啊。你看着我，你有啊。你想羞耻的瞬间，你看我干什么？
坐在你身边。是的，很羞耻啊！我竟然跟徐志胜一块录节目。哎，什么呀？好羞耻！我们刚刚不是还搭档吗？怎么突然又开始搞我了？俊林有吗？有啊，像我们那种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演唱会搞那种古风自我介绍，什么在下，什么成都。什么贺无敌最寂寞？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峻霖，人称成都贺无敌最寂寞。那这么说，其实很多演员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入戏了的话就还好。他们那专业演员还好，我这种不专业演员去拍戏的时候就老尴尬了。什么情节会让你尴尬？我有一回拍那个戏。现在想想都觉得尴尬。他拍我们一个情感一个变化的一个戏，就我跟女主的感情升温的一个戏，就她被人劫持，然后我去救她。我救她的过程中很老套的那种英雄救美，把她救下来，然后在空中转一圈，然后我俩的眼神开始有火花，开始有碰撞出来火花，然后女主就爱上我了。这场戏听着女主比较尴尬，我也替女主尴尬，也替自己尴尬。这么多年了，我没发现爱上徐志胜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需要在空中转个圈儿。NG 了吗？然后快拍3小时，一圈都转晕车了。这倒是提醒我了啊！我在工作中其实曾经有一个很羞耻的时刻啊。我在横店拍《真火神探刘恒顺》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路过徐志胜老师的化妆间。我那时候非常想认识他，我很喜欢他，但我很羞耻。我多次想推门而入，然后去自我介绍，我说：“志胜老师你好，我是小胡，我很想认识你。”我足足忍了3个月都没干这个事儿。哦。但是我每天都想这么做。哇。咱俩一会儿试试从空中飘下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会天天在我化妆间围口。我每次都会跟我身边工作人员说，就是今天了，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能鼓起勇气推开这个门。我只3个月里我只试过1次，那天他们没出工，门在里边是反锁的，推了一下没推开，我说哦，缘分没到。可能全组都去看那个英雄救美去了，看那转圈现场去了。终于要到他们的考核正片上线的时候了，东方星娱乐还有遇见他们表现到底如何？一起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大家别忘了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加入东方星娱乐俱乐部，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哎，雨佳，你对《唐人街探案》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还在练习呢。佳宁 ，Hello， 你把那个正在，我把那手卡发过去。对，咱俩今天穿的好像啊。对，很搭，这就很好。哦，这个状态很好，这个妆造还挺合适娱乐节目。哦，对，我想的是咱们一会儿跟嘉宾对，我们就不把所有问题跟他们对一遍了，就是还留一个新鲜感，让他们第一次讲给我们听。对，重要的部分，比如我们得把基本流程告诉他们。对。你们那个提字器怎么样？都 OK 了吗？提词器昨天晚上我们俩试过了。对，昨天晚上已经试过了。是的，那挺好的，还挺充分。哦，自己在做手卡啦。对啊，可以。反正一会儿嘉宾到了，到时候10点半咱沟通。好吧。好的。好。那我觉得这个节奏就可以。就说师姐好。Hello， 师姐。你们俩提词器稿子还没给我吧？哦，对，素，就后面一版，那你发给师姐就行。你的手卡也给我帮你剪一下吧。这，你还在改？在这。哦，你要改那个台本给楼上。那我帮你弄一个啊。好，谢谢。感受完大唐的魅力。左上角。这是1对吧？对。好，嘉宾到了，你们俩抓紧时间啊。哦，好。那我们现在自己来叫嘉宾，对吧？好的。Hello， 小花老师，孟孟老师。Hello， 来了。哎，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带教老师陈晨老师。哎 ，Hello。你好。
有那种看熟人的尴尬了，有点那种尴尬的感觉。尴尬的感觉。走吧，我们要去迎接一下吧。好，走，把那个词先不拿了吧。Hello， 两位老师好。这是我们2位实习生同学，这是李雨佳，这是刘佳宁。你好，你好。好了。带2位老师去小会议室吧。好的，走吧，老师，这边请。太客气了，这。我们坐哪儿？随便坐吧，没关系，都可以。那你们俩先跟2位老师聊，好的，需要什么东西跟我说啊，没问题，我去打点水吧。好，你先坐，然后给老师们拿点吃的。好，太隆重了，这有点。2位老师刚刚堵吗？路上？还好，还行，挺早的，那就行。他俩人怎么比人家还紧张呀？2位老师之前来过咱们东市吗？哦，来过。我没来过，但是我参与过东市的那个一些编剧工作。我参与过一些幕前的工作，上班打工的。那我们策划案的话，因为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些小惊喜，就不给到2位了。确定是惊喜啊？是惊喜，绝对是惊喜。然后我大概给老师们说一下我们的整体流程。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首先是一个我们会有个资料吗？那我让那个再去。你把这个给老师吧，然后你自己再去拿一份。这个里面有惊喜。sorry， 那我的问题。没事，我再去打一份，可以吗？好的。我去拿一下。脱口秀演员事儿咋这么多呢？还得要文稿，咋不给你们准备题自尽呢？显得我要求有点多了。我们需要一个没有提问部分的台本。好。Hello， 谢谢。没事，吃点喝点，当自己家一样。可以吗？好。嗨，没事，当自己家一样。哎呀，这脱口秀演员是。感觉比电视上看着2位老师还要好看一些，要不先还要好看一些，发个电子版给我什么？好的，小工作的信，省得大家，没事，我们也是习惯沉默的，没事。对，不尴尬。尬俩。没有，我先给2位老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流程吧，然后一会儿雨佳会把打印下来的给2位老师看一下。好的。我们大概其实也很简单，今天就是一个东方新娱乐节目的录制。然后一开始呢，是我跟雨佳，我们俩作为今天的主持人，做一些新闻资讯的一个简单的播报。要把2位老师请上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下来叫你们。我们会对2位，我们也不说采访了，我们就一起聊聊天儿。主要昨天的问题也大概同步了一下，反馈我们也已经收到了，然后觉得还有哪些有问题的点，然后或者说有哪些问题觉得不太合适，然后我们可以随时的进行调整。反应很快啊，很迅速，是，而且处理得很好，进入状态非常快。我没啥问题，我也没啥问题。太好了，老师们，这个是我们的节目策划台本。哦好的，谢谢。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跟2位老师对一下的比较重要的部分。我有一个小建议啊，我就觉得这后面这个访谈可以加一点今年节目相关的问题吧。节目正在播，到时候你们对老师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没有往台本里面去写的，因为我们是怕提前看了以后可能会没有新鲜感。对，惊喜在这儿呢，好家伙，我多嘴了。没有，那没有，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对，我们确实在采访的时候考虑到这点，没错。你们后边要聊那个脱口秀中的女性声音，你们今年2边节目都看了吗？对，看过了。那就还好。我们怕我们聊一些超出你们的里边，你们接不上。别这么贴心。对，就是咱们大家对齐一下。好的。
我们俩出的任何问题都能当做对你们俩的考验。谢谢老师，原来是带着任务来的，还真是。那差不多，咱们就上去吧，你们俩就先上去吧。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朋友们啊！好，加油，加油！拜拜，加油，加油！你带他们上去吧，对。谢谢两位了，没事，多多包涵。没事，我俩也挺紧张的。你们俩挺紧张，也就经历过实习生那个阶段。再看看他们能不能让你们不紧张。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聊天开玩笑，可能怕把人家整紧张了。没事，你们就放松玩一下吧。好的，也都是年龄差不多，他们也很年轻，就 enjoy。他不年轻，圈儿哥不年轻了，确实是。圈儿哥多大？圈儿哥89的，88。哦。感觉两位老师今天也都是抱着考核的心来的。刚刚在嘉宾来之前，其实你们该做的功课稿子都应该打好的。你们刚才有点乱，那是不要想了，好好考核吧。好的。主要我们好，来吧。你们确认一下，要该带上去的东西都带上去了吗？所有的道具。我们现在整理一下。走吧。好。我觉得现在不是还有5分钟吗？我们上去走一下提问的走位。我也觉得。哇，来了。过来这边吧。好。两位，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开始之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是谁，我是谁。这个时候我们看摇臂。好。稍微停一下，不要停很久，就稍微顿一下，然后活力满满的瑜伽之后就看2号机，我2号就会推上来。好的。然后就跟着提词器读就可以了。好的。老师，我们拿一下提词器的控制器。哦，我是调耳机的音量吗？对。好，谢谢。走吧，我们去准备吧。这个就放这儿吧。不过了，对吧？来不及过了，咱俩咔之后再过吧。好。我们看一下站位。小姑娘还要往这边站一点。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哎，我怎么觉得这提词器速度这么慢啊？你那样可以暂停不？我没法暂停，因为它你可以快进步，就是按那个试一下。哦，这样就快了。哦，好的。它是应该有快慢。我再确认一下，就东方新娱乐的时候，我们还在看上面，对吗？我说那一句都市文娱风向标，我们其实一直是看2号机。和您见面，然后我再转到这边来，是不？是的。加油！两位，我们准备。好的，好的。姚斌老师准备啊，来准备啊，来3、2、1，放。好，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大家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1至周517点和您见面。大家别忘了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加入东方新娱乐俱乐部，来和我们一起玩吧！还有超多的小福利会给大家送出哦！属于你的快乐主场已经开启，现在加入东方新娱乐俱乐部，不仅能和大家继续畅玩，还能解锁专属小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哟！千万别错过哦！哇，真的，他俩好适合这个节目啊！而且风格互补，一动一静。哎，雨佳，你对《唐人街探案》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呀？哎呀，那必须是张子枫最后那邪魅的一笑，还有那个瘆人的表情和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挺好的，非常稳。没错，哎，确实印象非常深刻啊。最近呢，我又被他彻底征服了。张子枫的悬疑新片《花样少女杀人事件》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一个花季少女在高压环境下逐渐走向疯狂和偏执。在电影里，她展现出了对眼神的精准切换。面对母亲是期待和讨好，面对对手又是嫉妒与不甘，真的是让人不禁感慨啊。
在生活中这么可爱活泼的小女孩，在剧里竟然可以呈现如此反差的一面。没错，他俩是很符合这个娱乐节目调性的。这部电影不仅是他演技的大爆发，更是对于家庭关系、人性善恶的一次深刻探讨。那就在最近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张子枫作为最年轻的评委精彩亮相。从唐山大地震的破碎感到新片的倔强感，他的眼神从来不只是演技，更有穿透灵魂的力量。咱们一起来看看吧。在00后新生代演员中，张子枫是个特别的存在。大家好，我是张子枫。最近，他作为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亮相金街奖。对，两位我们片子就不等了，我们直接回来好吗？好。来，准备啊，来，3、2、1，开口。看完张子枫的精彩表现，咱们再来聊聊最近播出的一部硬核的电视剧，叫做《扫毒风暴》。要说这部剧啊，为啥会让人这么上头呢？除了秦昊这样的主角撑场，还有那些配角们的表现，也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吧？没错，可以说是全员演技炸裂，每个角色都让人过目难忘。在这部双男主的电视剧里，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担任配角的老朋友，一众实力演员轮番飙戏，看得太过瘾了。说到飙戏，我想到剧里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张氏。沉寂多年归来，再演反派角色，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就想起了粉红女郎，还有神话里她的精彩表现。其实两个女孩发挥的都非常的稳定。首先，娱乐新闻对于他俩来说都是他们俩的第一选择，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是纯搭档，就是非常好的配合。由白玉兰最佳美术奖国色芳华原班人马打造，造型和妆容都真正的参考了古代的陶俑。其实啊，还有很多非遗文化的融入，比如说春晚中咱们看到过的斗空竹还有木偶戏糖画等等。佳宁她的专业素养相当过关，她的播报声音，然后形象就很准确。像杨紫和李现，他们在剧里的造型可以说是直接让人梦回大唐。雨佳就相对更活泼一些，她的状态是蛮贴近娱乐资讯播报的。没错，我关注的一位演员啊，他叫侯岩松。那之前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就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次在《扫毒风暴》里还是出演了双面人生的反差感。就有网友辣评啊说，全员恶人，但演技好，人设再渣，我也恨不起来。他俩的配合很好哎，发音反应出来了。没错，《扫毒风暴》里还有哪些精彩剧情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吧。电视剧《扫毒风暴》正在东方卫视热播，除了双男主的全力现眼外，继续啊，我们4号机开始看一下，摇毕老师，我们稍微摇一下，来准备啊，来3、2、1，开始。看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剧，那最近啊也有一档综艺非常的出圈，雨佳你知道吗？那就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我可太知道了，我已经刷了非常多的高能片段了。看的时候我就在边看边感叹我的嘴替。没错，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们请来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1季中2位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没错，那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山东段子王和车间一枝花赵小慧、孟川，欢迎。又来一遍。我们就欢迎，然后咔，老师，你们自己下去请他们吗？对，好，好的，走吧，挺好的，对，挺好的，真不错哎，但难分伯仲，真不错。前面差距不大，就要看，就要看聊访的时候了。天哪，脑子真的是懵了。没事，但是这样会更自然。果然还是得睡好觉。Hello， 两位老师，哇，你们在这里直接实时看我吗？也没有，因为刚才这个电视没有声音，你们不用紧张。我俩刚调出来声音，你俩就结束了。听不见声音，是不是有个遥控器之类的？咱们这太把这当家了，是不是也不对？正好这有没有？你怎么没有那个按键啊？哦，好的。
右下角。啊！终于像那个老头老太太在家喂看电视，哎，好好笑！哎，救命啊！走吧，那老师我们上去吧。好的。哇，老师今天穿搭的色系也很搭啊，比较朴素。走吧。我一听高跟鞋，我都有点小紧张。对，不要紧张，该紧张的是我俩。看你们俩在镜头前表现挺自然的。那我们比如说就以这种坐播的形态，相当于2位主持人，就是我们去访谈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就像晨晨姐之前跟我说的，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你是在你家里邀请你的客人来，就是可以不用那么严肃，你们可以想想自己的角色定位，干货了。你们到底是跟受众去分享娱乐资讯的一个信息传播者呢？还是说你是一个邻家女孩，跟别人聊天的感觉？明白。好的，就是主持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嘛，他其实也是上网的，也是跟同龄人之间会很有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们看到的一些网上网友很不错的评论啊，也可以有一些共鸣性的表达，当嘴替什么的。明白。专业就是专业。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们请来了《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1季中2位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没错，那他们是谁呢？是谁呢？他们就是山东段子王和车间一枝花赵小慧、孟川，欢迎欢迎。为什么突然给我2个哥哥姐姐那么大的镜头？这叫做贴脸开大呀！怎么这么好笑啊？这个镜头看到我们山东段子王的实力了吗？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其实我们问到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最喜欢对方的哪个段子？哎，其实我就很好奇，那2位老师最喜欢自己的哪个段子呢？我喜欢那个中国爬山虎那个。为啥呢？因为那段播的最好，让观众喜欢。对。那小辉老师呢？都挺好，都挺好。确实还可以。确实，就是每段的反响都挺好。是，那可能如果要问我这个问题啊，可能对于小慧老师、小慧姐，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幽默美女不想干了这一句话非常深入人心。那据我了解，2位其实之前都有过辞职的经历，那有没有什么辞职经验跟我们分享分享？辞职经验，辞职经验，我的感觉就是那个辞职写的那个文件别着急删，可能过几个月又用上了。山东段子王。我有一些辞职的教训，就是尽量不要裸辞。尽量不要裸辞。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可能我心态差吧，真的没办法给太具体的建议。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笑容消失术，就是笑到一半突然不笑了，忍受不住了。他俩是带着任务吗？就是没有，他俩场子要凉一点，这样的话就不是，因为他们的一旦这个搞笑没有着力点，就是会很尴尬。然后这边没给着力点的话，对娱乐访谈来说，最大的难点是它在不长的访谈时间内需要持续保持一个高能的谈话场，主持人需要迅速的把场子给热起来。那觉得为什么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选择来说了脱口秀呢？我真的是因为工作不饱和。我也是因为闲。我的天哪！就是你感觉你平时上班基本上都给你把白天占满了，你晚上也得有点事儿干了。
哦，所以晚上看到没？怪不得人家能成功，就是白天的时候上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到了晚上还要加班写段子。完了，小慧姐还觉得自己在躺平呢。是啊，因为刚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确实不大，然后工作量也不大，然后还有精力写段子。现在我这个工作状态就是很难再抽时间写段子。这都是提醒你老板看，加薪。之前我记得小慧姐提过，说就是自从说了脱口秀之后，这假都变得好请了，是真的吗？对，领导也怕耽误我在外面赚钱。领导知道给开的不够是吧？非常善解人意的。啊，是江湖传言怎么说？有个大公司想请你过去当发言人之类的那种岗位。没有人找我干过这么重要的岗位，谁传的？谁在传？但是我看小慧姐经常在公司年会上当主持人，然后也会在上面说一些段子和脱口秀，热场。敲钟的时候去了吗？在美国的时候没让去，然后在国内搞了一个假钟，然后每个人都能敲。哎，笑死了！太好笑了，那俩人。其实我们看到孟川老师刚才提到，又写小说啊，又写这个一些很多的段子，我就很好奇，因为像咱们平时也会写一些东西啊，但是写多了就会觉得，哎，真的觉得惨，就是已经没有灵感了，对，已经用不出来了。那所以想问一下孟川老师，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灵感枯竭的这样的时候？进入状态了。咱们俩应该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哎，别咱们俩，你枯竭就说你枯竭。因为脱口秀其实消耗生活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消耗你自己的感受。对，你在那个舞台上吧，你可能要做到所谓的部分暴露，就是你得让观众感受到你这东西是你真实的反应、真实的人格。但是呢，你又得收着暴露。你现在就是感觉你暴露太多了也不好，就是你人性的那些弱点吧，它恰好藏在喜剧里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现在刚刚这句话就暴露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可能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这种关于脱口秀啊、女性声音，好像脱口秀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声音。那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的？包括觉得跟第一季相比它最本质的这个区别是什么？我觉得是要越来越多女生，因为之前确实男生数量上来看的话是比女生要多很多的，所以我们一直也是很鼓励更多的女生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带来一些更新的视角跟感受。佳宁提的几个问题都是有敏锐度的。你们会更喜欢哪个题材方面的段子或脱口秀呢？或者说未来想看到这样的段子搬上舞台呢？哎，我都挺喜欢。我今天看节目最大一个感受就是，希望能有更多样的演员进入行业。对。但是在这种场合之下呢，嘉宾的回答就很容易官方。那两位老师上场之前会有紧张吗？到底在哪个地方观众会笑？然后万一他们不笑又会怎么办？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理的预设？肯定会有吧。上台之前是，尤其是就是咱们写段子好多都还挺新的段子，他其实那段子心里是没底儿的，是开放麦。这种情况下应该想办法去挖嘉宾的故事，而不是观点。对。现在要看雨佳有一阵没说话了。就我们也看到，像孟老师把很多的可能和自己家庭啊、和女儿相处的日常啊，包括和妻子的很多日常，都搬入到这个脱口秀的段子里。那你觉得，就是讲了这些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比如女儿知道你把它写到段子里了吗？好。哎呀，这个别提了，因为那个女儿的幼儿园园长。你粉丝是准确说是脱口秀粉丝，但是前2天我女儿那个幼儿园毕业演出非让我去，这个很难拒绝，这很难拒绝，很难拒绝，但是也很难演，你知道那种场合。对，我知道这个故事。给幼儿园表演，跟家长们。小孩嘛，因为是又有小孩又有家长，你讲那东西，你小孩高兴还是让家长高兴，这也是个选择。没错。不讲，
我就说我不讲脱口秀了，然后他说那你随便选一个，我就跟我女儿就是一块唱了个歌，然后就是我给她伴奏，但是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怎么说？怎么说呢？拉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头。家长代表发言又让我上去了，然后呢，你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你也不好意思光说话，一个梗也没有吧？讲了2个梗，的条子鸦雀无声，道心崩塌，真的是，我觉得我上来干啥呢？就幸好他们那个录像没放出来，我最后还挺开心的。道心崩塌。在看2位之前的一些表演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网友说的一些话，就比如说小慧淘汰的感言非常炸场，但是可能也会被调侃说舒适区在淘汰区。那可能这件事情之后，或者看到网友这样的评价，2位是觉得没关系，我做自己，还是说会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现在淘汰区也让我不太舒适了，压力很大。我现在没有一个区让我觉得舒适了。淘汰区去年开始卷起来了，都开始1人1小篇作文，都开始。对啊，坐到那个淘汰间，那个小鱼掏出来一张那个 A4 纸，就在那写那个淘汰感言。我说啊，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写，我说不写了吧。他说抓紧写吧，还有时间。然后我也拿一张 A4 纸在那里写。小鱼都还是好的，有的演员知道这一轮可能晋级不忘，他提前不写段子，写淘汰感言。那卷那个啊，真有啊！卷那个，发力在淘汰区。然后雨佳呢，有一些现挂的东西、发挥的东西，包括听到一个嘉宾的梗，然后他会追问一下，就这种东西他出来的会更多一些。您说很多人找你签名儿是吧？我们等一会儿也可以有幸找您签个名。买书了嘛就签名。那必须得去下单一本，但我们有线下就可以直接有兔签。可以，你们没准备书的话也不用那么为难。兔签也是之前孟川自己段子里的梗。那比如说就冷场这，主持人会对冷场热场有要求吗？其实是有的。就比如像晚会主持、舞台主持，你一个问题抛出去之后，台下鸦雀无声，无人回应，调动这个气氛。但现在你们俩这个状态还好，就是2个人就不容易冷嘛。就在所以脱口秀演员主要是1个人的战斗嘛，在台上。那比如你讲出一个段子，底下没人笑或者比较安静，你们会觉得心里有压力吗？我都想长舒一口气。在舞台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有，经常有。现在好了，以前那个录制的时候，第1轮号称喜剧地狱，要录到深夜。2、3点了还在那幽默，就硬幽默，观众很累，都开始迷糊了。我今年就是没参加节目嘛，我作为一个纯观众，突然懂为什么观众那么喜欢看新人演员，实在是太鲜活，太鲜活了。就是人也很鲜活，带来的故事也鲜活。就是包括他的故事，对，而且他出梗的方式可能跟之前因为老演员你太熟悉他了，他有一些他什么时候该出梗你是有预判的。对，但是新人演员就是经常会有惊喜。他们的表达方式、表达素材都非常新，视角也非常新，就非常厉害。我看我就是第4轮的时候，看那个反送一上台就死气沉沉的，自己都看不下去自己。我觉得作为在脱口秀舞台底下的观众来说，可能他们仰望着大家，会觉得，其实说的很多事情非常有意思，但是可能自己没有办法亲身的去体验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观众为什么会觉得，哇，那个舞台非常的好，会被那些段子所吸引到，就是也发现了很多生活的可能性。对，脱口秀是一种声音吧，就像2位老师说的，我可能之前不敢表达，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来了这个段子，我看了这场脱口秀，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可以说的，原来这个是可以探讨的。他们好多人都是聊嘴替嘛，就这个事儿可能是一直这么想，只是没被说出来，有人说出来了就挺开心的啊。对，脱口秀其实
从我这里来讲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强的嘴替。每一次笑完之后，我会觉得哦，我就是想说这个，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跟我朋友说。那两位老师，其实我看了一下两位老师的微博，两位老师里面都提到了有其他的综艺也正在录制，那也有其实有很多粉丝喊话孟川老师明年开不开专场这样的话。专场得开。对，得开。所以想问问老师，在接下来，今年或者之后1年自己的一个短期内的规划，我就是明年争取把专场写出来，演专场，然后可能还有一本书，答应人家了得写。答应谁了？答应出版社。期待。人家钱先给了一部分了，你就得。写半个专场吧，明年。哎，你找个人跟你双拼不就行？对，双拼，双拼。你写吧，你写到一半，我先给你写。现在就已经在这定下了，就可以合作了。就接下来，没错。要合作的话，两位老师的风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很有看点的，我很期待。那就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来参与我们的采访和访谈。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要么是有意思的这个故事，要么是非常深度的一些想法。而且我发现咱俩每个点啊，老师们都接得住，说得来。两位老师的沟通也很好。说了句大实话。期待将来能在这个平台上见到两位老师更多的精彩表现。对，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能跟老师继续交流。好的，那今天的东方新娱乐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最后，我们一起跟镜头跟观众们说拜拜吧。来，3、2、1，拜拜！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拜拜。好的，谢谢，非常谢谢各位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们。挺好，挺愉快，挺融洽。棒了呀！老师，我也是山东人。你普通话好好。好工大。看我一眼是啥意思？你还在看我一眼？把两位老师送下楼。你俩讲得非常好。谢谢老师。两位老师讲得也很好。两位老师，我们往这儿走。老师这边，我带你们下去。走。老师们觉得刚刚的聊天还挺轻松的吧？挺好的，挺轻松的。行，你们忙着，没啥事。好的，没事，我们跟你们一起。依依不舍呢，觉得都还没过瘾。对啊，还没聊够。昨天差点没飞成，晚上还好赶上我。对，还好起飞了。拜，辛苦，拜。哎呀，怎么样？两位老师太好了，是吧？又是非常好的采访嘉宾。他们会主动帮我们补很多话，对，帮我们接很多内容。我来，我们正好也复盘一下吧。好，我去拿电脑。他们还有几分钟下来了，差不多。好，应该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好 ，Come on， 子泰，吴是不是要出来了？好冰，好冰，是不是？那好像混世魔王来了，这个太吓人了。那种被选择的感觉会不会更提前？演员就是一个一直都在被选择的一个职业吧。演戏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你就觉得哇是这样的吗？你不能光看什么时候赢，这也是一种态度。就弄得我跟小丑似的，我跟就咱俩零蛋就零蛋吧，我感觉今天已经很快乐了。今天他们其实表现的我觉得挺好的。下季拍我们主持人季吧，好不好？对，我们都是你们最丰富的素材。什么意思？要把我换了？就有点像说相声的捧哏跟逗哏，你说谁更好？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如果我选雨佳，那不是就？总归要有个结果。我内心已经破碎了，我疯了已经。接下来请鲁豫老师、陈晨老师来宣布结果。Oh my god！ 哎，我告诉你，我肯定对了。好，更胜一筹的是，那我最后就是选择的是。突然心跳好快啊！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
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晒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制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y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